大师兄又在写他那些误人子弟的话本了，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师尊何等人物啊，怎会收他为徒？整日沉迷虚妄故事，道心已失，简直是我截教之耻！哼，废物！我写。我叫萧凡，是个穿越到洪荒的倒霉网文写手。虽然成了通天教主的首席大弟子，但偏偏无法修炼。幸好绑定了催更成神系统，只要我写的书有人看，产生催更值，我就可以兑换各种宝物和特效。所以我才不管他们怎么骂我。等我攒够了催更值，换个先天至宝混沌钟，圣人打架，我都能在旁边嗑瓜子。恭迎师尊，都起来吧。盲儿为师闭关数日，竟又在摆弄这些无用的话本，众人皆言你道心已失。今日你若演化不出道果，别怪为师清理门户。我靠！搞突然袭击，我一个文艺散修哪来的道果？系统，救命啊！检测到危机，可消耗100点催更值，兑换大罗巅峰道果异象，一次性特效持续10秒。快，立刻，马上！既然师尊有命，弟子自当遵从。9品金莲，传闻中只有上古大能才能达到的境界。他整日写那些废纸，这怎么可能？这等境界意味着大师兄已是道本身，而非求道之人。我等还在登山，他却已是山巅。好，原来逆将大道之理藏于笔墨之间，返璞归真，是为师着相了。有你坐镇截教，为师也可放心离去了。自今日起，本座外出云游，截教所有事务皆由代掌教萧凡定夺，尔等敬之如敬我。恭送师尊。全完了！我好不容易攒下的100点催更值啊，就为了装这10秒钟的逼，全没了！我的混沌钟啊！宿主是否继续兑换特效？特效又是特效，除了装逼毛用都没有。若宿主所发内容能激发读者顿悟，可触发法力100倍返还，成就自身。哎呀，你不早说啊，老子还能再写500年。唉，装逼一时爽，事后火葬场100点催更值就换了10秒钟的特效，血亏呀！现在法力为0，别说大罗金仙了，来个筑基期的小妖我可能都打不过。新手任务目标：引导赵公明阅读宿主创作的画本，并使其产生强烈催更情绪。赵公明，截教第一内卷王，出了名的死脑筋，对付这种顶级大鱼，鱼儿必须够猛。赵公明卡瓶颈，最缺的就是希望和突破的信念。得给赵公明塑造一个无敌的偶像，他做梦都想成为的样子。有了。又没突破，难道我赵公明此生真的就止步于此了吗？这是何人遗落的玉简？好精纯的道韵。玉简内容：书名《遮天穹无始篇》，著作者萧凡。大师兄写的，他为何会将自己的画本遗落在此？公明师弟，深夜不休，在参悟何等玄机啊？无事，只是偶有所感，打错静思罢了。哼，师弟还是少学某些人，多花些心思在正道上为好。靠那些虚妄的画本是修不出大道的。哼，我倒要看看这里面究竟藏着何等玄机。仙路尽头谁为峰？一见我使道成空。好一个无始大帝，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真修士！我要马上知道无始大帝后续的无敌传说。完了，
后面呢？大师兄，你怎能断章啊？都1个时辰了，才涨了30多点，看来赵公明还没上钩。检测到来自赵公明的强烈催更意念，催更值加100，催更值正在转化为真实法力愿力。这就是愿力，我终于有真正的力量了！赵师弟，再猛烈些，我还要！已经尝试了所有办法，都无法联系上大师兄，不行，静不下心，一闭上眼，脑海里全是仙路尽头谁威风。可后续呢？后续到底是什么？难道我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连大师兄赐下的机缘都看不破，我赵公明真是个废物。前路已断，大道已尽，这不正是说的我吗？我懂了，我全懂了。大师兄他是在点化我。瓶颈不是我前方的墙，而是我脚下这条已经走到尽头的路。我一直试图在这条断路上继续前行，何其愚蠢！今日我赵公明便碎了这旧道基，重开新道途。啊！这是有人在强行突破，好霸道的功法！这是要把整个金鳌岛的灵气都吸干吗？快看，那是赵公明师兄的洞府，他不是卡在瓶颈1000年了吗？这股气息雄厚霸道，与我玄门正宗的路数截然不同。赵公明他究竟得了何等机缘？不错不错，照这个速度，再憋赵公明10天半个月，混沌中首付就够了。什么情况？地震了？不对，这灵气波动是赵公明的方向，难道他求术不成，气得走火入魔自爆了？警告！警告！检测到目标赵公明在神级脑补之下，已成功将虚构功法无始经逆向推演为现实。赵公明突破瓶颈，获得1000年精纯法力，100倍返还启动，宿主将获得10万年精纯法力。赵公明道基重塑，领悟力之法则皮毛，100倍返还启动，宿主将获得无始经核心道则感悟，并获得先天道体体验版，以承载能量。我操！体验版要爆了！赵公明师兄已经跪了数个时辰，这是干什么？你懂什么？赵师兄定是从大师兄的画本中悟出了无上大道，此乃文道之恩，当先跪拜大礼。哼，装神弄鬼，一本虚报画本罢了，竟能让你赵公明走火入魔到如此地步。诸位师兄师妹，我知道你们之中尚有人怀疑大师兄画本大道的真伪，今日我赵公明便让尔等亲眼见证何为神迹。虚空印直接以力撼动空间法则，这怎么可能？师弟愚钝，仅能领悟其中万一，恳请大师兄出关更新大道，点化我等。恳请大师兄点化我等。要炸了！系统打开系统生成，催更值都给我兑换特效，有什么换什么。警告：催更值爆表，通过特效转化效率低于0.1%。怎么办？怎么办？有了，我可以加更啊！只要更新内容，就能将这股要命的愿力宣泄出去。警告：作品《遮天穹无始篇》已触发100倍返还，因果锁定，已进入72小时大道冷却期，期间无法继续创作。完了！现
现在唯一的活路就是先想办法稳住外面那群催更的魔鬼，不能再让他们产生一丁点新的愿力了。完了，能量外泄了，这下想低调都不行了。各位师弟师妹，请起。大道显化，圣人出巡，大师兄竟有如此神威！完了，特效关不掉了，这下装逼装大发了。弟子恭迎大师兄出关，大师兄神威盖世，法力无边。恭迎大师兄出关。大师兄，赵公明师兄能看的神书，我们姐妹也能看吗？非是师兄吝啬，《遮天穹》一书讲述的是铁血争强、独断万古的男儿大道，其气刚猛，其意霸烈，不适合你们女孩子看。原来如此，大道还有性别之分，大师兄果然高深。大师兄是看不起我们女子吗？大师兄早已为你们量身打造了专属的大道真解，回去看。多谢大师兄赐法。好剑来，讲的是一个穷酸秀才怎么练嘴皮子的，吞噬宇宙；讲的是怎么活下海灾的，还有牛人修仙传，全是我亲手题写的狗屁不通书。别说催更，应该要退坑了。大师兄，那周天穹上册你还没研究透，别追更了。大师兄说的对，我只悟出了遮天穹的皮毛就沾沾自喜。这么高深的大道，实在是太可怕了。弟子知错。小命暂时得保。警告：检测到全新催更愿力作品《吞噬宇宙》已成功绑定第1位读者碧霄。不是吧？这上吊也要让人喘口气呀！不是吧？来这么快？难道神书太烂，他们看不下去，来找我退货了？大师兄，我等奉您法旨回去参悟真解，只是其中有些许关爱晦涩难明，我等愚钝，特来向大师兄请教。他们果然看不懂，太好了！讲。大师兄，此书开篇言：天不生我键盘侠，喷到万古如长夜。弟子愚钝，何为键盘侠？喷到又是否是一种蕴含着言出法随、审判万物的无上剑语？弟子尝试模仿，却只能发出音波，未能伤敌分毫。大姐，那是我写嗨了随便抄的段子呀，你怎么还当真了？还有我，大师兄，您这本《吞噬宇宙》里，主角每次爆发前都要高呼一句“奥利给，干了兄弟们”。这句咒语似乎能汇聚同伴之力，化为己用。可我每次喊出来，都感觉法力涣散，这是为何？我的妈呀，那是我随手加的口头禅，为了凑字数的。你们不要什么都学啊！大师兄，此书中主角韩跑跑最擅长一种名为半天出虎的法门，看似弱小，实则强横。弟子尝试模仿其内敛气息之法，却总被他人一眼看穿，不知是何处出了差错。我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低估了这群修炼狂魔的脑补能力。我给的是毒药，他们却硬生生当成了十全大补丹来研究。绝对不能说是瞎编的，否则高人的人设瞬间崩塌。这3股催更之可能会因为信仰崩塌而产生更可怕的反噬。到如今，只能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琼霄师妹，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键盘侠，并非实体，而是一种心。当你手中有剑时，你依赖的是剑；当你心中有键盘时，天地万物皆是你的剑。而喷道，其核心不在于伤敌，而在于乱其道心，用言语的锋芒直指对方道心最脆弱之处，使其不攻自破。此乃攻心为上的无上剑技。
碧霄师妹，奥利给3个字，乃是上古神魔语，其意为会我之力，赐汝永恒。你之所以无法成功，是因为你只学其形，未得其神。此咒的核心在于信任，你必须让你所有的同伴都对你产生绝对的信任，心甘情愿地将力量借给你，方能引动此咒的无上威能。至于云霄师妹，你的扮猪吃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只扮了猪，却没有虎心。真正的扮猪吃虎，不是隐藏实力，而是在内心深处，你就是那头最饥饿、最凶残的猛虎。你要将所有人都视为你的猎物，在他们最松懈的时候，及时一击。外表的平和，是为了内心极致的杀戮。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应该够他们研究一段时间了吧？多谢大师兄解惑，弟子悟了，我等先为府参透。完了，这3个女卷王，这下好像玩得更大了。好剑来专属阅历条5%增长缓慢，吞噬宇宙专属阅历条8%增长缓慢，牛人修仙传专属阅历条3%几乎不动。那3本狗屁不通的烂书，果然成功的劝退了3位师妹。她们虽然天资绝顶，但根本就无从下手，道心备受煎熬，哪儿还有心思催更？这样一来，我只需要专心应付赵公明一个人，等72小时的大道冷却一过，我就更新一小段遮天穹，把他的愿力卸掉一点，然后再断更。只要我精准地控制好断更和更新的节奏，就能把这3读者拿捏得死死。这小日子简直不要太逍遥。天不生我键盘侠，这是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奥利给！什么上古神魔语？分明是上古神经病语。此书全是人的吃喝拉撒流水账，毫无道用可言。3位师姐在同一天全部突破了。又来了！你们脑子都是 Plus 版的吧？怎么什么都能参透啊？读者穷宵已顿悟，100倍返还启动，正在灌注审判剑道之力。读者碧霄已顿悟，100倍返还启动，正在灌注吞噬法则之力。读者云霄已顿悟，100倍返还启动，正在灌注忘情道心之力。完了，赵公明的不动明王之力还没消化，现在又来了3个，要被撕碎了！警告：检测到宿主体内同时存在4种不同属性的返还之力，能量通天增达历史峰值，先天道体体验版即将崩溃，请宿主做好赴死准备。你个破系统！我辛辛苦苦给你打工，事儿没办成你就要卸磨杀驴吗？赶紧想办法救我，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检测到宿主强烈的求生欲，正在分析当前危机解决方案已生成，系统可进行版本升级，开启能量疏导与转化，以化解宿主体内能量冲突。那就快升啊！还等什么？系统提示：系统升级所需催更值100万，当前催更值15000，差额98万5000。提示：催更值不足，无法升级。100万？你怎么不去抢？我现在这个样子，上哪给你弄100万催更值？弟子赵公明恳请大师兄出关，赐下遮天穹后续真解。我等姐妹恳请大师兄更新好剑来，吞噬宇宙，牛人修仙传。弟子多宝有眼不识泰山，只求大师兄能为弟子也指出一条明路，恳请大师兄赐书。不够，远远不够，光靠他们这么穷，猴年马月才能凑够100万。需要更多的人来催更，需要他们比现在还要狂热100倍。你们不是催更吗？好，我给你们，但真金白银打赏才是真催更。尔等求道之行，大师兄也知晓，但是大道岂可轻缓？机缘必须自身争取。想看更新，想获得专属真迹，可以。明日本座将在此地设立藏经阁，召开截教第1届拍卖会，价高者得道。今日
不讲道，只讲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放牛娃偶然捡到了一把剑，此剑能翻山倒海、降妖镇魔、摄神、摘星、断江、开天、摧长。其名好剑来。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少年在一个名为地球的古星上得到一块神秘黑石，从此踏上了吞噬星辰、遨游宇宙的无尽旅途，其名吞噬宇宙。第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资质平平的山村小子如何靠着一个小绿瓶步步为营，智计无双，最终成为万界之尊，其名牛人修仙传。而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天帝配对众生，屠断万古。遮天穹，大师兄写的不是画本，而是真正的大道预言书。我要看好剑来，我天生就是剑修啊！吞噬宇宙才是我的道。尔等求道之心，大师兄甚是欣慰，但创作这些大道真经需耗费巨大的心神，更需引动天道气运。师兄我一人之力实在有限，为了截教的未来，我决定将以贡献的大小来决定优先为谁续写大道。第一件拍品《遮天穹无始篇》第2章10万贡献点，20万。哈，两位师兄竞争的如此激烈，肯定是本好书，我得拍下来。催更值已达100万，系统 2.0 升级开始。升级完毕，全新后台管理模块并有公藏金额已开启新手福利，为庆祝系统升级，宿主所有已获得的返还之力、法力将进行一次完美融合，并暂时解除无法掌控的状态，持续时间1炷香。邪教门下竟是些沉迷虚妄画本、不务正业之辈，阐教灵宝前来论道，还不速速打开山门！阐教鼠辈，安敢扰我截教盛会！大师兄，弟子请战，必将此寮前来，给您赔罪。扰我道徒又杀我父母，大师兄请下令，弟子愿为先锋，让他们知道打断别人求学的下场。唉，本来还想多享受一下这种无敌的感觉，总有不开眼的非要撞到枪口上来。正好拿你们试试手，看看这1炷香的真男人到底有多猛。不必，开门迎客。我当截教在做什么大事，原来是在效仿凡人，搞什么拍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将虚妄画本奉为圭臬。尔等的道徒真是走到头了。道友远来是客，一路风尘，想必口渴了，且稍等片刻，待我为诸位泡上一壶热茶。大敌当前，大师兄这是要做什么？嘿嘿，平时最忌讳的就是注水，没想到今天我终于可以明目张胆的注水了，而且还是注个东海。注水，退。茶泡好了，道友请用第1杯。掌上烧水，又是些不入流的障眼法，又是饮水，又是烧茶，想用这些不可玄虚的手段来拖延时间，吓退我等吗？天真！小凡失职，茶也泡了，玄虚也弄完了。我等今日是为论道而来，不是来陪你演凡人戏的。既然是论道，对，3局2胜，如何？可。好，我阐教便由我这略图贤义子先出战，不知截教哪位高徒敢应下第1局？代掌教师兄，区区阐教小辈，何须劳烦公明师弟们？弟子不才，愿为截教拿下这第1阵。公明们得了画本加持，我要向大家证明，正统拳法
一样不剩。就让你先去试试水，看看这阐教的深浅。准。万宝朝宗，这是我最引以为傲的身份，亮取胜，无往不利。怎么可能？我的法宝竟然失去了控制！多宝，你法宝再多又如何？我这镇宝金塔专克天下万宝，接着便让你变成五宝道人。多宝道人截教大师兄之下公认的实力第一人，竟然败了，而且是败得如此干脆，如此彻底。多宝，我看你五宝才对，没了法宝，你们还剩下什么？你欺人太甚！教凡失职，看来你截教这第一阵是输了，这第二阵不知又准备派哪位高足上来，再给我这猎徒送你一份功劳。大师兄，弟子赵公明请战。多宝师兄走的是炼气之道，被克制情有可原，但我不同，我得了大师兄遮天穹的真经，我所修的是那独断万古、背对苍生的无上大道。仙路尽头谁为锋？一剑无始道成空。今日便让尔等阐教鼠辈见识，我才是真正的无敌法。请大师兄允准，弟子必将此条头颅取下，为我截教证明。公明师兄虽然厉害，但他的法宝24颗定海神珠同样会被那金塔克制。是啊，多宝师兄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公明师兄上去恐怕……赵公明，你兄长多宝都已经败北，你上去又能做什么？难不成你还能比你兄长更强？不错，这股邪气看来是遮天穹入脑了。也好，就让你去，正好让所有人看看是传统拳法牛逼，还是我的催更车神女。而且得速战速决，我这真男人体验卡时间可不多。准，谢大师兄。等等，光让他上还不够保险，得加个 buff。不能太明显，就用这完美掌控的力量给他点拨一下，让他临时悟道，把逼格给我打出来。去吧，让他们看看何为无始。仙路尽头谁为锋？一剑无始道成空。背对苍生，不断万古。我好像悟了。还以为要赐什么法宝供人学习，给我战！法宝？何须法宝？大师兄为我指点迷津，我身即是道，我拳即是法。这是什么神通？给我破！不可能！赢了！赵师兄赢了！大师兄牛逼，遮天穹牛逼！哈，大师兄也太厉害了吧！随便指点一下，就让公明师兄变得这么猛。那当然，大师兄写的可是大道预言书。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道。我错了，我错的太离谱了。法宝再多，终究是外物，唯有自身强大才是根本。亏我还以为你徒弟有大帝之资，原来还真是猎徒啊！
我操！赵公明，你个浓眉大眼的，看书学的还挺快，连梗都玩起来了，人才啊！庶子尔敢！玄玉子道基已死，未来前途渺茫。好一个萧凡，好一个遮天穹！既然你截教弟子如此不凡，那这第3阵就由本座亲自来会会你这位截教的代掌教大师兄。想与我大师兄动手，先过了我这一关。好一个师兄弟情深，不过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挡我啊！妈的，已经烧了一半了，不能再拖了，得赶紧把它解决了。不过直接一拳打飞也太没逼格了。有了，灵宝师说你确定要与我一战？不错，你若是不敢，现在跪下认输，自废修为，我或许可以饶你命。灵宝师说你不是为论道而来吗？既然是论道，打打杀杀未免落了下场。我这壶茶刚刚烧开，你我之间便以这壶茶论一番大道，如何？荒唐！我乃大罗金仙，岂会与你在此玩这些凡间游戏？住手吧！师叔，这可不是普通的茶。装逼的时刻到了。幸好哥们儿以前物理学的还行，道可道，非常道。这是什么神仙手段？正宗演化大道。师叔，这第1杯茶名为万象，请了。天地法相，起，给我破！什么？一尊大罗金仙的法相就这么没了。我的法相，大道，这才是真正的大道。我操，这老家伙还挺抗揍。不行，时间不多了，得来点狠的，一次性把他打服。师叔，这第2杯茶名为轮回，还请师叔品鉴一二。为什么？妈的，再晚0.1秒，这老家伙就真被我给泡没了，杀了麻烦就大了，圣人说不定都得跳出来。灵宝师叔，你口口声声说我这书是蛊惑人心的虚妄画本，你认为你所修的玄门正法才是天地正道，是吗？大师兄，不要啊！你可是遮天穹啊，是无上大道的真解呀，怎么能烧了？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啊！就这么烧了，后续的剧情怎么办？无始大帝后来怎么样啊？你口中的虚妄，于我而言不过是信手拈来之物。你奉为圭臬的大道，在我看来，亦不过是书中一页，笔下一段。我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我说要有道，于是便有了道。今日我便焚此书，以正我道。灵宝，你悟了吗？我就像一个凡人，在质疑神明为何不食肉糜，何其可笑，何其可悲！我悟了。我操！天海要到期了，放幻之力又开始横冲直撞，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带着滚！大师兄威我，截教威我！不行了，撑不住了。今日论道，我略有所悟，需闭关静修。关于藏经阁后续事宜，待我出关之后再行公布。恭送大师兄悟道。
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极度虚弱，已自动消耗1万点催更值，为您开启基础生命维持服务。1万点！我刚赚的100万还没捂热就花掉1%了！你这系统是真黑呀！宿主，请注意您的言辞，若无本系统维持，您现在已经因为能量暴走爆体而亡了。行，你救了我。能量疏导与转化功能已开启，核心模块碧游宫藏经阁已上线。搞了半天，这系统升级就是给我开了个小说超市，我就是这家超市唯一的供货商和老板，而我之前的处境就是被这群不讲武德的读者用催更洪水猛攻，差点把我给淹死。想要活命，我就必须让这些顾客排好队，用贡献点来换取看书的资格，实现有序催更。他们花钱越多，就证明他们越想看。我不仅能保住小命，还能大赚一笔。弟子求见大师兄。演员请就位，越是虚，外表越要稳，人设不能崩。大师兄，您没事了？区区小伤，何足挂齿。光靠关系可不行啊，你们得行动起来啊！我的命可都掂在你们手里了。自今日起，碧游宫藏经阁正式开放。从今往后，所有弟子都可以通过完成本作发布的任务，或是用贡献点来藏经阁兑换你们想看的任何一本书的任何一个卷件，甚至可以兑换针对你个人大道的专属番外篇。请大师兄为弟子指一条明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急需一个榜一大哥来为小说超市开业造势。多宝师弟不必多礼，你痴迷于寻宝炼宝，此乃你的道，但万宝随身亦是万般枷锁。你之道途在于舍与得之间。难道真的要放弃自己苦修万年的万宝大道，去学那些虚无缥缈的花本了？不过却是不争的事实。为庆祝藏经阁开业，本作今日将首次开放4部真解的第2卷兑换，但大道珍贵，非有大贡献、大毅力者不可得，故此4部真解每部仅开放1人兑换。什么？哈哈哈哈！要的就是内卷。兑换规则很简单，贡献点价高者得。我们的财宝没有多宝师兄多，这意味着我们4个人中至少有1个人今天看不到更新。平时成平时所成就更新的诱惑面，在更新的诱惑有一个小传说，有一个小传说，仙界不值得。很好，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小说超市能不能开张大吉，就看你们这第一批高端客户的消费能力了。第1件真解《遮天穹无始篇》第2卷，起拍价10万贡献点，20万，哼，30万，你那点加点儿也配跟我争？这遮天穹赵公明脱胎换骨，我倒要看看里面藏着什么玄机。二师兄，你也要与我争此道？大道在前，能者居之。公明师弟，你的贡献还不够啊！打起来，打起来！你们打得越狠越好，反正遮天穹给你们谁都一样，都能够给我提供返还。35万，40万，45万，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了。50万，一卷画本竟然能拍出如此天价！多宝师弟出价50万贡献点，还有没有更高的？50万第1次，50万第2次，60万。云霄竟然加入遮天穹的争夺啊！剧本不对呀，你不去拍你自己的《牛人修仙传》，抢遮天穹干嘛？我不是说了遮天不适合女人吗？难道被他看穿了我的谎言？大姐，你疯了！你想遮天干什么？我们的贡献点要留着拍自己的书啊！云霄师妹，你，哼，61万。云霄，你根本就不修此道，何故跟我抢？70万，100万。云霄师妹，你若还能跟，这遮天也让给你又如何？恭喜二师兄。哼，有意思，真是有意思。这丫头
根本就不是为了抢书，也不是为了帮赵公明，他这是在围魏救赵啊！他知道多宝财力最强，所以故意在第一件拍品上跟他死磕，逼他大出血。这样一来，后面拍她们姐妹的书时，即使多宝想抢书，也没多少余粮了。高啊，实在是高。第二件拍品，宝剑来第二卷，起拍价1万贡献点，10万啊，10拿9稳了。11万。三妹，你捣什么乱？对，二姐，大师兄可没说这书只能你一个人看呀。我也很好奇那个键盘侠到底是怎么喷的嘛。12万，13万。打起来，打起来！功法面前，姐妹情谊一文不值。别争了，多宝师兄元气大伤，我们姐妹合力，后面2本都能拿下。好剑来第二卷，由琼霄获得首看权，《吞噬宇宙》和《牛人修仙传》被碧霄和云霄顺利拍得。很好，气氛已经烘托到极致了，接下来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天坑了，二师弟。最后一本大师兄专属说明书，将结合胜出者的自身大道，为其量身定做，指一条通天之路。得此书者，或可一窥圣人之境。专属定制书，起拍价100万贡献点。好想要，奈何财力不允许啊！一件上品后天灵宝，1颗9转金丹，昆仑山万载神铁。胡闹，简直是胡闹！我截教的脸都被这群逆徒丢尽了。那是我当年赐给他的紫电剑，这可是多宝拜师时我亲手赐下的护身之宝。好啊，真是我的好徒儿！为了那虚无缥缈的话本，连为师赐下的法宝都不要了。催更值已达标，系统 2.0 升级开市，大型小说超市已建成，宿主可自如消化，返还法力。二师弟求道之心很是赤诚，这专属定制之权便归你了。明日来我洞府取书，为保证大道传承，普惠众生。今日所有拍出的真解，其首月权时限皆为3日，3日之后，所有弟子皆可以基础贡献点自行于藏经阁兑换。大师兄慈悲！很好，小凡、多宝，你们俩都给本座等着。多宝道心不坚，跟着于化破尘外。好在我截教根基未损，功名耿直，三小稳重，他们皆是潜心向道之辈，断不会。就以新来的扫地长老的身份，看一看弟子虚实吧。不错，公明还是那个公明，心无旁骛，一心向道。看来小歪风邪气还没能撤。这是什么道理？如此霸道，闻所未闻。难道是公明与普修真自创的形式？不断万古，这藏身，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我悟了。虚空印不对，比寻常的虚空印霸道100倍。这小子竟然已经领悟了空间法则。悟道的神通给施展出来了。这位长老，实在抱歉，弟子刚刚修炼略有所得，一时没控制住力道，惊扰到您了。仙友，你这神通是何人所授？不瞒长老，此等无上大道，皆是由我大师兄萧凡点化。萧凡，好啊，竟然连我们的修炼标兵也忽悠瘸了。哦，原来是首席大弟子啊！只是老夫听闻，大师兄平日里似乎更钟情于笔墨丹青，于修行一道。长老此言差矣，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师兄那不是笔墨，那是大道真解。我这神通
正是从大师兄亲赐的《遮天穹》一书中悟出，此乃真正的无上法门，远非寻常玄法所能比拟。遮天穹，罪魁祸首，真的就是那个逆徒萧凡和写的那些破书。唉，可惜了，如此好的资质，却沉迷于这些华而不实的特效之术，与真正的斗法毫无益处啊！长老此言差矣，大师兄的化本大道才是真正的无上法门，威力无穷。威力不过是些唬人的幻术罢了，一戳就破。你不信我，总该信其他人吧？你去问问三校师妹，他们也得了大师兄的点化，如今神通广大，远非昔比呀！什么？连三萧也？好啊，反了，全都反了！两界即将来临，截教庇护，必须压制住这股不走正道的妖邪之气，不然有生死之忧啊！老夫知晓了，就不打扰现有修炼了。所有在岛内的亲传弟子、核心记名弟子听令，移驻乡内，到碧游宫广场集合。恭迎师尊，都起来吧。师尊不是说要云游许久吗？怎么突然回来了？不会是拍卖会的事被发现了吧？完了！我昨天还为了凑贡献点，把看守灵草原的活给撬了。糟了，老头怎么提前回来了？看这脸色，不会是发现我把截教搞得乌烟瘴气，要清理门户了吧？本座看尔等一个个气息精进，想必都未曾懈怠修行，为师很是欣慰啊。不过大道之路不仅要修，更要正。许久未曾考教尔等的功课了，今日正好，便让为师看看你们各自都有何等长进。这是以无意思力量凝聚的化身，只有大罗金仙出席的实力，尔等尽可放手一搏。师尊，弟子求萧，请战！我截教第一平头姐，头真铁呀！没看到你师尊今天脸色不对吗？还敢第一个往枪口上撞？呵，这疯丫头，别人躲都来不及，她倒好，还主动往上凑。也好，让为师看看你有没有不务正业。准，出手吧！天不生我键盘侠，喷到万古如长夜。喷！师尊能重创准圣的诛仙剑气，竟被琼霄师姐的喷道化解。就这，师尊不能放水，且指点弟子一招，剑开天门。圣人的分身竟然被逼退了。琼霄师姐破了师尊的诛仙剑意。多谢师尊指点，弟子法力消耗巨大，先行退下休息。他已赢了半场，对为师的敬畏丝毫未减，可见道心仍在。但这丫头的剑道大，威力就是大，其剑意也重真。我的姑奶奶，你低调点行不行？会不会做人啊？看来啊，下次得给你们写一本萧凡的说话之道，教教你们怎么为人处事了。师尊，下一个我来。好啊，学了些什么歪门邪道？准。师尊，您这分身可得站稳了，弟子这一招可是很能吸的。这虎狼之词，小姑奶奶你可千万别学歪了呀！吞噬宇宙是让你吞噬星辰，不是让你吸师尊的。嘿，奥利给，都给我吸进去吧！我操！师尊分身直接被吞噬，你他妈一个圣人的分身竟然被吸没了！你跪下吧。冷静，不能再这么被动下去了。熊霄剑走偏锋，李萧诡异莫测，唯有云霄道心最为沉稳，性情最为端庄。他总不至于也不给为师留情面吧？云霄，你来。弟子在。请师尊指教。
这是太上忘情，不对，这是因果转化。一个剑道诡异，一个能信任法力，现在又来一个绝对防御。我一个圣人，今天竟然要在一个小小的考教中3连败，我要脸呐！不行，绝对不能再输了。给我破！师尊有点太不讲武德，说话都只用大罗金仙的实力。就是，大姐明明快赢了。师妹啊师妹，在圣人的眼皮子底下传音，还敢说坏话，你是不是想被叫上台去单独辅导啊？陛下，观战之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成何体统？你给我过来！罚你在此面壁思过。大师兄你什么你？师兄这是在保护你。我要是不罚你，万一师尊把你叫上台，给你一顿爱的教育，你估计得躺床上养伤100年。哦，好险好险！不错，云霄，你虽落败，但能逼为师动用2分实力，也足以自傲了。退下吧。师尊，弟子赵公明也想向您讨教几招。还来？今天脸都快丢光了，你这憨货怎么还不知进退？这次的考教到此为止，切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要以为有所蜕变便可以耀武扬威，无法无天。须知一山更比一山高，道无止境。弟子谨记师尊教诲，师尊教诲。尔等无事，便各自散去吧。接下来的100年，本座将继续闭关，参悟天道。凡有教内事务，一律交由萧凡处置。且从此刻起，萧凡正式接任我截教副教主一职。拜见副教主。凡儿，今后100年的教内事务就交给你了，为师去也。副教主，我操，这就继承大统了！好啊，这一下我搞藏经阁不就正大光明了？完了完了，这次丢人丢大发了！通天啊通天，你说说你，好端端的装什么逼，非要搞什么考教大会？这下好了吧，分身当众被打爆，在一众弟子面前颜面尽失。你说说你，好歹也是我本体的一丝力量，怎么就输得这么彻底呢？连个画本读者都打不过，要你有何用啊？呵呵，怪我喽啊！想我通天一世英名，本座洪荒战力第1梯队，没想到今日阴沟里翻船，竟然在自己弟子手里栽了跟头。唉，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不对，怎么越想越不对劲呢？琼霄那丫头的剑道诡异霸道，碧霄那丫头的吞噬之法更是闻所未闻。云霄的防御之道，连我的诛仙剑意都能化解。这赵公明怎么回事？为何修为会提升得如此之快？要说气运机缘，想当年老师在紫霄宫讲道，坐下3000刻，哪一个不是气运如虹，根脚深厚之辈？可即便是那3000刻，好像也没有这么猛吧？难道真是那些个不入流的画本？不行，这件事必须得搞清楚。我跟你们说，那个遮天穹实在太顶了。我昨天刚用全部家当换了第1章，看完之后，感觉自己对励志大道的理解都深了一层。是啊是啊，可惜贡献点太难赚了，我还在攒点数，准备换半卷斗破看看。这又是什么？
就是这本破书，由我入魔，让宗宝倾家荡产。坐那儿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魔力？还要贡献点？圣人截教之主，在自己的道场里看一本自己徒弟写的书，竟然花钱，荒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不行，不能放狮子，本座倒要看看他所谓的贡献点要如何获得。哼，打死了也不去。断章！萧凡，你个逆徒！无视大帝后来到底怎么样啦？不行，本座乃堂堂圣人，截教之主，岂能为了一本区区话本，三更半夜堵在弟子门口，成何体统？可是无视大帝他究竟怎么样了呀？对，本座不是为了看书。本座是为了调查这蛊惑人心的话本邪法，是为了拯救截教。不对，就是这样，绝不是因为想看。嘿嘿嘿嘿嘿嘿，多宝这一波返还真是给力！等我消化完这波能量，就……请进。我靠，师尊，你以为你换个马甲我认不出来？除了你，整个截教哪还有人敢敲我的门？啊，萧凡小友啊，不对，副教主，老夫清晨扫地路过，看你洞府仙气盎然，特来讨教一番。老夫昨日听闻你那本《遮天穹》似乎颇有深意呀，不知后续。长老也对晚辈着作感兴趣，只可惜无始大帝的故事已到关键转折，若贸然续写，恐天机泄露，引发因果反噬啊！这逆徒胡说八道的本事越来越精湛。不过长老与我有缘，若长老能为本座办成一件事，或许我可以为长老这样的有缘人开启一个内部预览通道。哦，何事？去昆仑山脉深处的无尽冰渊，采集3株9天玄冰莲。昆仑山，原石老家伙的地盘，正好去看看他最近在搞什么鬼。老朽去便回。警告！警告！检测到圣人级别存在，对宿主产生强烈关注，其因果已与宿主深度绑定，建议宿主立刻加更。我就知道那个扫地长老绝对有问题，师尊，求放过呀！又来，还让不让人活了？大师兄，不好了，多宝师兄他出关了，而且扬言要挑战你的副教主之位呀！什么玩意儿？多宝师兄说，他从你赐下的专属定制书中悟出了至高无上的舍得大道。他说，你这个副教主之位，就是他正道之路上必须舍弃的最后一道执念。我他妈就写了篇多宝的舍得人生，成功学鸡汤文，你怎么就悟成非要干我了？这都什么脑回路啊！既然二师弟有此心结，便让他来吧。跑路是肯定跑不掉了，打又打不过，反正这个掌教也是个烫手山芋，天天被人盯着催更，狗屁事一堆。这破位置让给你如何？大师兄，弟子今日来不为争权，只为正道。若能与大师兄一战，无论胜负，弟子此生再无遗憾。系统！检测到多宝道人已将多宝的舍得人生领悟至圆满境界，触发100倍返还，宿主将获得万宝归一神通以及10万年法力灌注。好，来得及时！警告：此次返还能量过于庞大，宿主先天道体体验版将再次面临崩溃危机。操，话说早了。大师兄，请。小凡小友，老夫任务完成了，快把遮天穹后续给我。到底是何方神圣？完了，师尊不仅发现了我的把戏，还亲自跑去给我做任务了，这下真的要被清理门户了。快，把后续拿来，
老夫已经等不及要看无始大帝如何独断万古了。紧急任务触发，圣灵级催更。任务要求在3日内完成《遮天穹无始篇》第3卷创作，并让圣人通天教主满意。任务奖励：系统 3.0 版本升级权限，圣人体验卡1张。任务失败，宿主将被系统强制抹除。倒计时71小时59分59秒。我这是被全截教，包括我师尊在内一起催更了。而且这次要是写不好，不仅会社死，还会真的死。长老稍待，晚辈这就去准备。大师兄，我们的正道之战还未开始。正个屁的道！老子现在命都要没了。既然如此，不如让老夫做个见证。小凡小友，若能在这正道之战中胜出，老夫不仅不催你更新，还愿再帮你免费完成3个任务。我的天，这位长老到底是谁？口气这么大！哇，大师兄这是走了什么大运，能结识这等高人？舍我万宝，以正我道，万宝归虚。丁百倍返还已触发，万宝归阴神通已灌注，10万年法力疏导开始。宁，逆。这是得之极致。大师兄的舍得大道果然比我高了无数层次。我操，这就是系统升级后完全掌控返还之力的感觉，这也太爽了吧！二师弟，你只悟到了舍，却未悟到得。真正的大道在于舍得之间，循环往复，方得圆满。弟子愚钝，多谢大师兄点化。大师兄，既然你已为我指明道路，弟子便去必死关，不悟透得之真谛，誓不出关。小凡小友，老夫观你这舍得大道，当真是妙道豪颠。不知能否也为老夫定制一本专属真解？另外记得把我的内部预览权限给我开了。我的妈呀，师尊都开始找我定制了。检测到圣人级定制需求，若宿主接受，可提前获得圣人体验卡使用权限。注意，此卡仅可使用1次，持续时间1炷香。开挂写完，还有这种好事儿，干了！为长老定制，倒也并非不可，只是晚辈创作需消耗巨大，需要3样引子：混沌本源1缕，鸿蒙紫气1丝，偏道感悟1缕。大师兄这是疯了吗？这3样东西，别说我们，就算是师尊他老人家恐怕都拿不出来吧。成交。这位扫地长老，他到底是谁？发了，这波血赚！长老稍待7日，晚辈必为您呈上一部惊世之作。大师兄，我等姐妹有一事相求。这位长老气度不凡，来历非凡，大师兄可否为我等引荐一二？我帮你们引荐师尊，这是什么地狱级套娃操作？此事容后再议。回兄灵感来了，先行告退。系统，这张卡到底怎么用？我可不想写到一半突然断片儿。使用此卡，宿主将进入圣人创作模式，期间灵感如泉涌，下笔如有神，可将100万字内容压缩于1炷香内完成。但请注意，1炷香后，宿主将因神魂透支陷入7天绝对虚弱期，期间无法使用任何法力。7天无法使用法力，这副作用也太大了吧！万一这期间有人来找麻烦，不是死定了？算了，先保命。
警告：宿主神魂能量正在以1秒100万级的速度消耗。大师兄到底在做什么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遮天穹里的无始大帝。好强的剑意！这股气息是文道成圣的征兆，不对，比这还要玄妙。这逆土到底在写什么逆天之物？好想去看。圣人体验卡副作用启动，宿主将进入7天绝对虚弱期。遮天穹50篇第3卷创作完成度100%，额外奖励。因作品质量远超预期，系统将自动为宿主补全遮天穹全系列后续大纲。这算什么？我还没死，就给我把遗物都准备好了。我没看错吧？无始大帝亲自传法，书里的人物还能跳出来不成？妙啊！此书已非话本，乃是真正的大道真解。追更！我他妈就写个书而已，还催！系统，救命啊！能不能给我来个紧急续命包？检测到宿主账户余额不足，无法购买商品，请充值。我抽你大爷！终于要打了！我听说张衡师兄和李默师兄为了谁的大道更正统，已经在藏经阁的论道区吵了3天3夜了。可不是嘛！张衡师兄自从看了遮天穹，就天天把“你命由我不由天”挂在嘴边，说修士就该霸道无匹。结果昨天去灵田的路上，被李默师兄洞府外300多层防御阵法给挡住了去路，气得当场就要破阵。哦，所以今天就直接约战演武场了，要用拳头来证明到底是霸道刘强还是稳健刘硬。我命由我不由天。稳健才是王道。有本事别跑！这叫战术转移，我这是在消耗你的法力。等你力竭了，我再反击。张衡师兄加油啊！让他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强者。稳住，李师兄，别急，拖死他。胡闹！大道之争岂是义气之争？这样下去，迟早要出事。这叫什么大道之争？分明是莽夫斗老六。张师兄，你这样不行啊！萧师兄书里的叶天帝前期比谁都稳健，这才叫谋而后动。你这叫有勇无谋，跟霸道不沾边。我靠，这不就是我写的遮天穹里中期小 boss 血魔主走火入魔的样子吗？不好，是血魔王的狂化之象，他模仿的太深，走火入魔了。死！住手啊！他可是我每天0.1的稳定催更值来源，我的韭菜！住手！副教主，两人只是昏迷，无性命之忧。妈的，吓死老子了！以后还怎么跟人吵架？一嗓子把人喊没了，算谁的？大师兄，方才那一声道喝，蕴含无上道韵，竟能凭空抹去神通。我斗胆为这一招命名为大道凡一，不知可否？这小妞嘴真甜。此非招式，乃道之显化。你们读书戒其法，悟其意，本是好事，但若沉溺其中，心神失守，便会背影反噬，最终彻底夺舍，变成书里的那个人。如果张衡师兄只是模仿一个反派，都会被同化。我呢？我最喜欢的可是一个在书里注定会死的角色呀！完了，活儿脱了！我这个作者即将面临史上最严重的售后危机。所有弟子听令，今日有域外天魔渗透我洪荒3界，其魔功诡异，最善引动修士心魔，乱人心神。凡心智不坚者，极易被其同化，状若疯魔。尔等需即刻加强戒备，
稳固道心，万不可给天魔可乘之机。域外天魔，难怪张衡师兄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原来是天魔入侵，我还以为是大师兄的画本有问题呢。原来如此，张衡师兄并非被画本反噬，而是被天魔趁虚而入，引动了心魔。大师兄，您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所以才用大道梵音震慑天魔，救下张衡师兄？啥玩意儿？域外天魔？师尊，你老人家从哪儿听来的剧本？不过这借口简直是天衣无缝啊！我的信誉危机就这么解除了？天魔大军来袭，注意防御！久闻截教万仙来朝，更有奇人写书成圣，创画本大道，是我天魔一族为书中血望。今日本座亲率麾下3000魔将前来论道一番。3日之后，本座会亲自挑选3位魔将，与你截教弟子斗法3场。若你截教能胜，我等立刻退去。若不能，世间再无截教。小说里肯定要有反派的嘛，干嘛自己对号入座呢？我已经写了，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啦。师尊，弟子愿为截教出战，会一会劳什子天魔。此战关乎我截教气运，只派最强弟子应战。我就是个写破小说的。师尊，大师兄的画本大道玄妙无双，天然克制天魔性，由大师兄出战第一场最是稳。请大师兄为我截教而战。没事，相信回去吧，所有人做好决斗准备。我信你个鬼！那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大师兄，天魔诡异，您可有克敌之法？心魔者由心而生，欲破心魔，须修心魔3破诀，破执念，破贪嗔，破妄想。这也能行？听闻画本道人能以文字镇压心魔，本座倒要看看你这小身板能挡我魔功几成。不，我的天机怎么会提前了？不，停手！重手！陛下！是谁？到底是谁干的？要将你碎尸万段！师尊，您真的把教主之位传给我了？站稳了，不能慌，头可断，放血不能乱。大师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道心果然坚如磐石，万法不侵。这是什么情况？集中精神，不能被精神入侵，得想点别的。就是他了，这本书情节够刺激，绝对能让我集中精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检测到宿主在无意识状态下将言灵与因果大道初步融合，正在触发言出法随效果体验版。我就是想集中一下注意力，怎么还搞出言出法随来了？大师兄威武！这完全不受控制，下一次要是没喊对咒语，可怎么办呢？有趣，幻术无效，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修炼法力，但只要是生灵，便不可能没有欲望。御魔，你去会会他。大本道人，听说你的故事能引动人心，巧了，我这七情六欲大法最擅长的就是玩弄人心，不如咱们比一比，谁更懂人性？这家伙看起来比刚才那个只会放 PPT 的家伙难搞多了，比懂人性，我一个网文写手还能怕了你？
怎么样，看到了吗？凡灵皆有欲，无欲之灵根本就不存在。我操，这素材太棒了！赵公明想成圣，三萧想嫁我，多宝想当掌教，回头就写一本修仙界的欲望都市，绝对大火。我尼玛，老子今天不信邪了！想回家躺平。我想吃顿火锅，新出的游戏还没打通关。老他喵的也配叫修仙者？咸鱼也要有个度的好吗？你能不能有点欲望啊？当然有啊，我的欲望大了去了。为什么？我的欲望很简单，就是躺平啊。打生打死多累啊！我的终极梦想就是找个地方天天晒太阳，喝喝茶，看看画本，谁也别来烦我。你那个什么七情六欲大法，能变出这种生活吗？变不出来，浪费时间。刚才那本《盗魂笔记》好使，这本鸡汤书应该也差不到哪儿去。管他呢，先喊了再说。都醒醒，别做白日梦了。成圣哪有那么容易？当掌教天天加班还没工资，谈恋爱影响我码字速度，赶紧起来干活了。加班没工资，影响大师兄码字。你这个不懂风情的咸鱼，毁我魔心，给我死！无命休矣。恭喜宿主发表人间清醒言论，从根源上斩断了数百名截教弟子的心魔执念，群体性顿悟已触发，正在结算奖励。恭喜宿主获得海量催更值10万点特殊奖励。因宿主首次引动道祖真经自动护主，您的作者身份已获得洪荒天道的初步认可，奖励大道亲和度加10%，您以后胡编乱造时成功率将小幅提升。我就随便吐槽了几句，还能刷出隐藏成就了？你们看到了吗？是道祖真经自动护主啊！这个小凡处处透着古怪，是我所有魔功的克星。第3场，本座亲自来会会这位画本道人。徒儿，此战关键不在斗法，而在斗心。心魔之主最擅长的是让人直面自己内心最深的恐惧，你需小心。师尊，您说的是人话吗？我现在最恐惧的就是跟他打呀，我腿肚子都在转筋儿啊！画本道人，听闻你的故事能改变人心，本座倒要看看，当你直面内心最深的恐惧时，还能否保持这份从容。你的书没人看，数据太差，后面别写了，签了吧。潇潇，这个月房租该交了啊。儿子呀，你都快30了，你什么时候带个女朋友回家呀？隔壁王阿姨的儿子，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再不还钱泼油漆。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最深的恐惧，你这个一事无成、被世界抛弃的失败者。你个魔头讲不讲武德呀？偷窥别人隐私是吧？就这啊？想用我死去的记忆攻击我？看啊，这就是你的本质，一个被房租压垮的失败者。我现在拿这玩意儿当地板砖铺洞府。你还在用房租这种低级的东西来搞我心态？你是不是几万年没更新版本了？有钱又如何？你仍旧是个不被认可的废物。恭喜恭喜恭喜！追更，看见没？我现在是顶流大神，断更1天，读者都能从金鳌岛排队到家魔殿门口。你还在用扑街来打击我？你的业务能力就这点水平吗？你就算如此，你依旧是个没人养的单身狗，注定孤独一生。大师兄，该看我的《牛人修仙传》了。不行，今天必须更新好剑来。大师兄陪我玩嘛。
看到没？我现在烦恼的是该选哪个，哪像你都混成魔教 BOSS 了，还要辛辛苦苦到处跑业务、找茬、碰瓷、刷业绩，不觉得很可怜吗？别说了，别说了。好，本座承认你确实有几分本事，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本座说的是斗法3场，可没说输了就一定要走。魔崽子，说好3场斗法，竟敢言而无信，真当我截教无人吗？规则，强者就是规则。今日本座不仅要毁了你的截教道统，更要将你这个有趣的画本道人练成本座的专属心魔。玩不起！师尊，救命啊！再不出来，你徒弟就要被人打包带走了！在本座的地盘上动本座的徒弟，谁给你的胆子？通天教主，你不是在外云游吗？再不回来，家都要被你这栋宵小给拆了。3000蝼蚁也敢为我金鳌岛！警告！警告！检测到圣人即将进行大规模灭杀行为，该行为将导致3000名潜在读者被彻底抹除，严重影响本系统的用户增长与业绩指标，正在触发作者保护读者机制。什么玩意儿？潜在读者？韭菜保护机制？系统你疯了吧？这他妈是天魔呀！紧急任务发布，阻止通天教主，任务名称一个都不能少。任务要求：阻止通天教主灭杀3000魔将，把魔将收编为正式读者。任务失败，系统将启动自毁程序，与宿主同归于尽。师尊好不容易硬气一回，你现在让我去拦他，这不是找死吗？最高奖励：每日可获得1次主动召唤权限，在任意时刻调用所有返还之力，持续整整1炷香。每日1次，随时随地1炷香的真男人体验卡，每天都刷新1张。师尊，手下留情啊！凡儿，你这是做什么？师尊，你看他们虽然是天魔，但他们也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他们只是没有被感化而已，他们是迷途的羔羊啊！凡儿，为师知道你心善，但这些天魔为祸苍生，岂能轻饶？师尊，弟子的画本大道能感化人心，何不让弟子试试？若是不成，您再动手不迟啊！通天，你这徒弟莫不是被吓傻了？想感化天魔，简直是本座听过最好笑的笑话！小的们，给我上！今日血洗金鳌岛！等等，我有话说。你们想不想成为故事的主角？想不想摆脱现在这种炮灰的命运，逆袭成为魔界至尊？我这里刚刚构思好一个全新的故事，魔将的自我修养，讲的就是一个和你们一样的小魔将如何一步步逆天改命，最终把现在的老大踩在脚下，自己当上了魔界至尊的励志故事。你们想不想听？大师兄这是在干嘛？阵前斗法，给敌人讲故事啊？看不懂，但大师兄每次出手都有深意，必有后手，咱们静观其变。话说，在无天魔教的最底层，有一个名叫阿丑的小魔将，他因为长得丑，天天被上司欺负，吃的是残羹冷炙，住的是漏风的破烂洞穴。但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要让所有看不起他的魔都跪下来唱征服。有戏！果然，无论是人是魔，都拒绝不了逆袭爽文的诱惑。并检测到17名魔将产生初步阅读兴趣，目标转化率1.7%。别听他胡说八道，一群废物，给我上！
想知道后续吗？很简单，只要你们所有魔都放下武器，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听我讲完这个故事，我保证这个故事会改变你们的魔生。这个阿丑在一次被打得半死后，意外掉入了一个古老的深渊。在那里，他没有找到神兵利器，反而得到了一本残破的古籍，上面记载着一门早已失传的功法——心魔9变。从此，他白天继续装怂，晚上则偷偷苦修。转化率持续上升5%、10%、15%，已有450名魔将成为潜在读者。稳了，稳了！每天一张真男人体验卡，我来了！你再讲，本座就先送你去死！住手！主上，我们还没听完呢。是啊，主上，阿丑刚刚突破到第3变，正要去找那个欺负他的队长报仇呢。哎呦，您就让我们听完这一段吧，求求您了。你们竟为了一个破故事背叛本座，好，很好。既然你们都被这凡人蛊惑，那就一起去死吧！等等，心魔之主大人，先别急着动手，我有一言，或许关乎你魔族万世之基业，您可愿意听？哼，你以为本座会上你的当吗？魔主大人，您想过没有，为何3界众生皆惧怕你魔族，却又不敬你魔族？因为你们只有力量，却没有故事。天庭有代天执法的神话，佛门有普度众生的经文，就连我截教如今也有了传送大道的画本，唯独你魔族留给3界的只有杀戮之命。而我可以改变这一切，我可以为您，为所有的魔族同道立书作传，将你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写下来，我将创作出一部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万魔纪元》。这逆徒竟想给魔族写传记？弟子不知，但大师兄此举似乎是在兵不血刃地瓦解对方的斗志。我当年单挑过天兵天将，这个故事能让我出名吗？我跟一个仙子谈过恋爱，虐恋情深，这个够不够格写进书里啊？转化率突破30，已有900名魔将成为潜在读者，检测到强烈的被创作欲望。好家伙，都想当主角是吧？够了！你这妖言惑众的小子，本座这就送你！慢着！主上，老朽活了300年，杀人无数，饮血过江。但直到今日，听了这位后生的话，老朽才发现，原来我们魔族也可以被记录、被传颂。后生，你说的那个万魔纪元，老朽能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吗？我想把我这30000年的故事都告诉你，我不想就这么被3界遗忘啊！我也报名，我的故事比他的精彩。切，我的才精彩，我当年的可是绝了！大型的新书创意征集现场。通天，你可知罪？通天师叔，你截教弟子走火入魔，引来天魔围攻，可你非但不斩妖除魔，竟还在此与魔共舞，称兄道弟，简直是我道门之耻！胡说八道！我大师兄这是在用画本大道，兵不血刃的瓦解魔军。赵公明，你瞎了吗？这哪里是瓦解，分明是相谈甚欢。这场面确实有点和谐，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帮阐教的家伙是开了上帝视角吗？掐着点来抓奸啊！通天师叔，我奉师尊法旨前来问罪。你截教弟子萧凡以虚妄画本乱世，如今更是犯下3大罪状：其一，勾结天魔，身为道门子弟，不思斩妖除魔，反与魔头称兄道弟；其二，蛊惑魔心，以蝇头小利诱惑魔军哗变，插手魔族内务，
手段卑劣；其三，意图颠覆三界秩序，妄图以画本之名行教化之实，染指天道权柄，三罪并罚，罪不容诛。请师叔立刻交出萧凡，由我等带回玉虚宫镇压，否则我昆仑12金仙今日便要联手清理门户。我就写个书，顺便为了保命忽悠了一下魔教，怎么就成了三界公敌了？一边是阐教圣人要清理门户，一边是完不成任务系统就要自爆，这他妈是死局啊！分析：宿主当前正处于双重抹杀威胁中，外部威胁源原始天尊，内部威胁源本系统。建议宿主将问罪者转化为局内人。局内人什么意思啊？具体操作建议公开宣称，当前所有天魔均为圣人原始天尊，为测试截教道心而设下的考验，将黑锅将功劳归于他。我操，系统你这是让我去碰瓷圣人啊？这跟指着阎王爷说你是我孙子有什么区别啊？原始天尊这么好面子的圣人，如果我当着三界众生的面把这项考验后辈的高帽子给他扣上，他是会为了维持圣人风范捏着鼻子认下来，还是会当场拍死我的？横竖都是死，干了！弟子萧凡叩谢原始师伯。师伯，您老人家真是用心良苦啊！天魔来袭，师伯他老人家身为道门正宗，之所以一直没有出手，是在测试我们。多谢广成子师兄的当头棒喝，是您让我明白，画本大道虽好，亦需谨言慎行。测试，白痴！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这位师伯了。本座降临此地，只为毁灭与混乱，何曾受人指派？元始天尊，他也配？大胆魔头，竟敢辱我师尊！我操，失算了，忘了这个魔头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搅屎棍。精彩，实在是精彩，不愧是魔主大人。您将一个狂妄、无知、自寻死路的反派角色演得入木三分，恳请广成子师兄降下雷霆手段，助我截教，荡平群魔，以彰显我道门神威。你若命广成子出手，便等于默认了是在测试，被他当枪使了。若不出手，那阐教心系苍生，考验后辈的形象瞬间崩塌。弟子知道您身份尊贵，若亲自对这些蝼蚁出手，实在是有失身份，不如将此事全交由弟子来处置。弟子恳请师伯再给弟子3日时间，我能在此地不伤一兵一卒，便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退出金鳌岛。3天，心甘情愿离开？你是在做梦吗？这小子好一张利嘴，好一个阳谋！今日我若在此将这3000魔将连同其本源一同抹杀，必将惊动归墟深处那几个沉睡的老魔物。为了这点小事，引整个魔族对抗阐教，不知既然你如此自信，本座便再给你3日。若3日后仍有1名魔将滞留金鳌岛，本座便亲自为截教清理门户。恭喜宿主 SSR 级任务一个都不能少，已完成，完成度100%，最高奖励即刻发放，每日一炷香，权限已激活。宿主从今天起，请开始你的表演。这个凡人，不对劲，这种胆魄，这种算计，绝不是一个区区凡人能有的。他到底是谁？我操！刚送走一个圣人，你这个魔头就要对我下死手！系统，开启每日一炷香，弄他！正在激活每日一炷香权限，4种百倍返还之力同时出击。我操！别弄他，不是弄死他呀！大师兄他又紧进来啊！我只是想稍微借点力呀！哎，你别那么看我呀，是你先动手的呀！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啊！一掌之位，竟能撼动我的魔魂本源，这种深不可测的境界，却甘愿在这小小的截教当一个名不经传的弟子，为了保全我魔教3000儿郎的性命，甚至不惜对上元始天尊。他定然是我魔教中早已隐世多年的无上巨擘，潜伏在截教。我明白了，从今往后，我及麾下的30万魔将，但凭阁下差遣。我就是想吓唬一下他们，怎么就把魔主给吓得当场投诚了？每日一炷香已消耗完毕，明日同一时刻方可再次使用。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啊，赵师兄，你明白什么了？大师兄刚才那一掌威力惊天动地，足以将那魔主当场抹杀，但他却在最后关头强行收回了99%的力量，这分明是强行中断神通所受的反噬啊！大师兄他为了降服魔主，宁愿自己受伤。哇，大师兄好温柔，他这是想把魔主改邪归正吗？原来如此，大师兄此举一石三鸟：其一，展现绝对实力，震慑魔君；其二，手下留情，为收复留下余地；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这是在故意示弱，麻痹传教。为了我截教，当真是算无一策，用心良苦啊！芳儿做得很好，但是准备一下吧。元始的老家伙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会善罢甘休吗？看似退了，实则是在酝酿一场更大杀机，足以将我整个截教都彻底淹没的杀机。最终 BOSS 就要亲自下场来砍我了！完了，我那一炷香的每日体验卡，在真正的圣人面前够干啥呀？这游戏难度也太不平衡了吧！我要投诉，我要举报！师尊当真是算无一策，那萧凡小儿，他做梦也想不到，我们根本没走，还是在此地布置天罗地网。师尊早已算到，那萧凡定会与魔族纠缠不清，待他与魔族因果牵连最深之时，我们再出手，便可师出有名。师尊，大阵已布下，是否等3日后再全歼截教？3日方才当着3界众生的面，本座不好直接出手，以免落人口实。如今我等已在此布下封神大阵，蒙蔽天机。金鳌岛已是瓮中之鳖，传我法旨，加速布阵。大阵完成之时，便是金鳌岛从洪荒彻底抹除之。届时天机混乱，即使能推演，也只能算出是天魔作乱，与截教同归于尽，谁也不会知道是我们干的。完了，师尊靠不住，元始天尊那个老狐狸肯定在憋大招，这日子没法过了。警告！检测到3000名魔族读者产生前所未有的极其强烈的催更欲望，预计3星后全面爆发。3、2，紧急任务发布，立刻安抚所有读者情绪，平息此次催更危机。任务奖励视完成度而定，失败惩罚随机剥夺宿主已获得的一项100倍返还之力。我操！还得收回技能的，不行，绝对不行！必须想个办法，让所有读者，不管是截教的还是魔教的，都去看同一本书，这样返还回来的力量才能同宗同源。多开是要命的啊！有了，《洪荒群侠传》。紧急通知！画本大道即将进行重大版本升级，藏经阁内所有旧画本《遮天穹》《郝剑来》《吞噬宇宙》《牛人修仙传》将暂时下架，停止更新。不，大师兄，无始大帝还没打完呢！我的剑道刚有点眉目啊！呀，先生不可呀！老朽的故事还没出场呢。闭嘴，先生自有打算。《洪荒群侠传》即将上架，此书旨在记录洪荒开辟以来所有英雄豪杰、大能巨擘的生平事迹，上至圣人，下至精怪，无论仙魔，不分种族，只要你的故事足够精彩，皆可入我书中流芳百世。什么？所有人都能写进去？大师兄这是要为我等立传啊！快，把我当年大战东海龙王300回合的光辉事迹记下来。明日此时第1卷正式开更，敬请期待。
好险，总算是把这群催命鬼给忽悠过去了。可是我他妈明天到底要写个什么玩意儿出来啊？师尊，时机已到。慢着，洪荒群侠传为整个洪荒立传好大的口气，大阵暂缓。师尊，欲为洪荒立传，未免尔等走入歧途，颠倒黑白。本座命你即刻动笔，优先撰写我阐教众仙顺天应人之光辉事迹，以正视听。我就知道你这老头没走远，一听到有立传扬名的好事，跑得比谁都快。死要面子的老狐狸！王二，我截教万仙来朝论故事，论精彩，何曾疏与他阐教？放屁！也是老儿，我魔道儿郎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哪个没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往事？凭什么让你截教那群伪君子排在前面？我就是画个饼稳住读者，怎么还把3巨头都给炸出来了？这直接快进到抢 C 位环节了。诸位大佬稍安勿躁，听我一言，《洪荒群侠传》旨在记录真实，流传万古。既是群侠，自然不能由我一人杜撰，写书也要讲究个规矩，为彰显公正。此书第1卷序章，不如就按投稿质量来，如何？无论禅教、截教还是魔道的朋友们，都可以将你们认为最精彩、最真实的经历记录于预卷之中，投稿于我。但投稿内容必须绝对真实，不可有半分虚假，因为我这支大道之笔能勘破虚妄，辨别真伪，最终谁的故事最精彩、最真实，谁便能入选序章，名扬3界。好，我倒要看看你截教和魔教能有什么光辉事迹。本座这就让广成子将我阐教开天辟地以来的功德伟业写成一篇惊天动地的记录，看谁能比得过。孔明，你速去召集门下弟子，将我截教弟子历年来的英勇事迹全部整理成册，记住，一定要比阐教的精彩。比故事，比真实。我魔道之人，哪个的经历不比你们这些温室里的花朵精彩百倍？这个序章本座拿定了。这群人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简直是洪荒版的起点孤儿院和龙傲天集中营。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明明是被我忽悠走的，脸皮呢？赵师弟，你也睁眼说瞎话？你那是准备动手，还没打起来好吗？阁主，你就别添乱了，你那是被人打断了胳膊，差点被一锅端了好吗？这些吹牛逼的玩意儿一个都不能用，必须写点真实的，不然我这真实之笔的权限不就废了吗？等等，还有什么比我自己的经历更真实的？出身平凡的少年，机缘巧合之下拜入仙门，却发现自己无法修炼，只能靠着一个奇怪的金手指装逼度日。虽然有自爆风险，但这绝对是脑洞大开、独一无二的洪荒群侠传开篇。赵公明，休要多言，我师尊乃盘古正宗，开天辟地之首，洪荒群侠传的序章理应由我阐教来书写。放屁！我截教万仙来朝，气运鼎盛，大师兄乃我截教弟子，这序章主角是我截教其谁？你们两家道门正宗，就别在这争了。论故事的精彩程度，你们那点顺风顺水的破事，给我魔道儿郎提鞋都不配。序章选谁？你们的投稿我都看过了，太假了！你们的故事充满了美化和吹嘘，但洪荒群侠传要的是真实，所以序章我谁的都没选，我决定写一个全新的但绝对真实的故事。哦，我倒要看看你能写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真实来。蝎子，我穿越了，主角叫笑凡，一笑倾城的笑，他是马自贡，任务是日更1万，全年无休。笑凡，这故事主角的名字听着跟大师兄一模一样。日更1万，什么乱七八糟的？某个深夜，这位笑凡刚爆肝结束，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土石坑的渣土车强行完结撒花了，再睁眼他就到了洪荒世界，成了一个天生经脉堵塞、丹田破碎的废柴。大师兄，这个经历……就在他准备找个山头彻底躺平的时候，一个自称催更成神系统的东西强制上线了。
很简单，他写书，别人看书；读者催更，他才有钱；读者领悟，他有功力。一派胡言，这简直是……所以，故事里的笑凡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高人，只是一个想尽办法，只想在这个神仙遍地走、大妖满地爬的鬼地方活下去的普通人。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欠揍！大师兄留步，下回是何时？今天还是明天？你倒是给个准话呀！那个笑凡他怎么用故事赚钱？怎么长功力啊？对啊，大师兄，别走啊！故事才开了个头。然后呢？那个叫笑凡的，后来到底如何了？好歹毒的故事，在人的心里留下悬念之魔，让人食不知味，寝不能安，比本作的心魔大阵还要歹毒100倍。警告！警告！检测到史诗级催更怨念，读者情绪抓心挠肝，求更若渴，已达峰值，强度 max。恭喜宿主成功引爆断针风暴，催更值与功力值正在指数级爆炸增长中。别催了，再催要出人命了！可大师兄，你这故事它卡在这儿，比要了我们的命还难受啊！丁，检测到宿主体内能量溢出，即将爆体，系统自动为你进行优化升级。催更成神系统 2.0 版本更新中，更新完毕。恭喜宿主解锁全新权限真实之笔书签。权限说明：宿主可消耗大量催更值，将非生命、非规则类的物品点墨成针，短暂具现于洪荒世界。来一杯提神醒脑的冰美式。好香啊！但这不是茶，也不是零酒。大师兄，这美式咖啡是何等灵药？啊，活过来了！立个规矩，洪荒群侠传3日一更，谁也别催，到时候我自会写出来。至于现在，我要去构思第1章了，你们且等着吧。